好，因为呢，这个民意代表到现在为止牵涉到助理费有70个了，那加起来前后有200个哦。那最近又发生这个陈玉君跟林黛华的事情哈，所以赖清德在中常会就说了哈，昨天说呢，这个会影响我们民进党的这个形象啊，而且对民意代表也不好啊，所以以后所有的民代他们配偶跟三亲等不能担任助理啊。那结果呢？基层议员民意代表就很反弹了哈。比如说这个林秉佑新北市议员就说呢，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啊。难道你觉得你的执政太轻松吗？因为很多人用来做助理哈，是以后训练他慢慢还可以接班呐，可以去参选啊等等哈。所以立委也不少助理后来去参选的嘛，参选议员啊等等哈，参选立委也有哈。所以呢，他说这是不当廉洁的狗屁想法，还规划要进入党章是不是呢？这个有人嫌现在执政太轻松所以基层反弹很强烈了哈。那甚至还被描写说基层炸锅。那民进党呢，这个发言人说呢，我们会持续跟他们沟通这个到底怎么做呢？现在还没有完全决定那罗志强就反酸了说这个民意代表三亲等不能任公费的助理，但是呢，你赖清德的亲戚就可以当国策顾问赖清德不是有亲戚去被这个聘为国策顾问嘛那这个基层也说你不要犯了圣母病哇，这个高高在上不了解基层那另外呢，林黛华这个案子呢，通法司的住持叫做释黄志原来是给他100万交保，后来改成声押。但这个案子其实主角是林黛华，就旁边人都被声押的，林黛华反正没有，检察官也没抗告，100万交保就交保，这也蛮奇怪的。100万交保这里也没多严重嘛，他们很多人交保几千万了那如果不严重，为什么旁边人通通要压起来？那这压的人都是旁边的人，也很奇怪吗？难道你要从旁边围到中央去吗？那另外呢，关于陈玉金跟林黛华这个助理费案子，民进党的联政会全票通过。要调查要立案来调查等等但是呢，民进党的正国会的中常委陈茂生说，我不相信林黛会贪污7连霸的议员怎么可能贪污？看一下，真的要拜托大家相信我的清白。司法干预出血。近期民进党正国会派系2名公职纷纷被调查，都涉嫌诈领助理费，引发党内党外各种议论。民进党联政会26号晚间开会决议。以我个人这几年来跟赖清德的相处，我蛮把你20当然啦，他不会介入个案，这个我可以用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思考，他不可能介入这种个案。陈怡君议员的部分立案。那林黛华立委的部分也立案，立案并不表示说我们就认定他是有罪需要处分。也就是说，目前只有先立案还不处分，因为联政会认为检调还在办案中，而且动作都还很大。但主委提到，每一次碰到助理费相关案件，心里满满惆怅。每次碰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还蛮难过。也就是说，这个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会的共业啦。也就是我们的法律并不是非常的周详了。那以前也许大家都不在乎嘛，所以就是糊里糊涂的用啦。可能立法院那边要赶快修法，就是让助理的部分跟行政的费用的部分能够去脱钩。而赖主席已宣告，所有民进党从政党员3等亲内不能担任公职助理。现有聘任情形给予6个月改善期，未来还会用党纪落实，杜绝诈领助理费。总统先从自家人革新。好，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来，这个发言人先说。为什么基层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应？不，这个其实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在当这个民代了。那我想大家有这样的情绪，其实也完全理解了，因为很多的议员其实会有一个感受是说，包含都会区可能年轻人相对好找，但是在乡下的地方，很多人觉得说我也不是不愿意去外面聘人，但是有时候真的找不到。而且我想大家在座这么多民代，我们都只了解说，民意代表的工作事实上是很吃重的，而且很多时候是可能甚至不分假日，随时有选民就找上你要来服务。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议员会想说，那我先拜托我的家人一起来帮忙
这个一人当选全家服务，因为都是我们家的形象，所以大家当然会觉得说有这样的状况了。但是其实昨天赖清德主席在中常会上，他其实总共颁布3点原则嘛。第一点是说，希望大家用半年的时间是不是把这个如果是有民代用3等亲以内亲戚当助理的话，是不是在这段时间来密才做一个汰换？那其实第2点、第3点，他也特别讲说，希望大家用人为才，那希望大家要善待助理跟团队。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他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对于党内同志的期许了。一方面是说近年来确实，我想不论国民党、民进党都有民代涉入助理费用亲戚来当人头的这个争议。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带动民进党整体的文化再去做一个改造因为包含其实我们以前在念政治学的时候政党的天职是追求权力，那同时政党对社会的责任是增补专业的政治人才。所以当然现实会有一个情况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说身边的人，我的亲戚、我的家人最可信，但我想赖清德主席是希望说，大家除了觉得说要选信任的人，用人为亲之外，同时也要用人为才，让更多有志参与政治的年轻人可以进入到这个工作。其实真的关键是说，不管用什么人，这个人有没有真的做助理，有没有做事情。他现在人头是因为他用他的名字没有做事，当然不行。只要真的做事，对不对？那他做功得功价，这也没什么，而且助理费给的也不高嘛。相当怎么看？因为刚刚是吴征发言我可不可以先回应一下前面我们在讨论能源政策？因为我认为台湾的真正值得我们关心跟认真讨论的核心政策只有2个，一个就是两岸，一个就是能源。台湾任何一个政党或者领导人，只要能源政策对了，两岸政策对了，台湾就永保安康。这2个政策如果通通错了，台湾呢接下去呢就是不断的漂流，死无葬身之地。我不是支持天然气发电，我只是看不起那些的环保团体。请问你们到底要什么？你不要核能，你不要燃煤，你不要天然气，你要什么？你要告诉我们说你要什么，不要每次都用环境保护的名义去阻挡一切。今天在我们使用的很习惯的公共政策，譬如说当年捷运被骂的臭头，充满了弊案。你看到大巨蛋，我前几天进大巨蛋，我想大巨蛋怎么搞这么久，30年，从郝柏村核定大巨蛋，到现在大巨蛋可以打球，可以看表演，30几年，也都是觉得充满了弊案，不能用，多危险，逃生安全等那些不可克服嘛。你今天呢，你要反4阶，你说4阶什么地方有问题 ？OK， 我就当做你不是在表演，可是你到底要什么？我不是支持天然气发电，天然气发电其实从台湾的角度来也很烂，但是我没办法接受呢吴征的讲法，那不是台电的问题，谁在问台电了？现在你是执政党，我是问你民进党的立场是什么？民进党的能源政策立场是什么？不是台电的立场是什么？台电当然想办法把电凑齐了。可是呢，民进党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告诉台电会藏电，台湾的电是够用的，台湾的核废料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只要讲到你反对的东西，没有一样的是可以处理的。但是今天当全世界就在现在，全世界的所有每年所使用的电力里面，核能发电已经提高到将近1%。全世界的所有使用电力里面，1年发电，这个是呢原子能总署，联合国的原子能总署有1成的电力呢是核能供给的，最高的法国66%，欧洲的几个国家，斯洛伐克61%，瑞士50%，芬兰42%。台湾的主要的经济的竞争对手韩国正在兴高采烈的，它去年核电是占比创新高32%。台湾呢？台湾到底要怎么样？台湾说那我核能很危险，请问到底在危险什么？没有人告诉过你，就是说全世界呢几百座的核能机组，它1年所产生的核废料，一个30坪大的 7-Eleven 放进去都还放不满。你告诉我，台湾今天地有小到这种的地步，就算我不找一个山洞把它埋起来，像芬兰就这样子处理啊？请问你韩国32%的发电怎么样处理？中国大陆现在的核能机组全世界排名第2，美国呢现在呢93座的核能机组，请问它的核废料是怎么处理的？你看着人家做，你也可以做得出来的，不要装模作样的骗老百姓。我是人，我反核，我在核能的道路上面我走了30年，我认为核能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
是当你要很煽情的方式告诉老百姓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时候，你到底要什么？不只是环保团体的问题，台湾的环保团体都是跟民进党混大的。这些的环保团体对我来讲，我看待环保团体跟看待民进党一模一样。那你们对能源政策今天仍然是用打马虎眼的方式，这边搞4间，那边搞几间，你接来接去之后，你们又告诉台湾的老百姓，你知道核能发电在碳排放，如果你今天是要考虑碳排的问题，核能发电呢发了1000瓦的电力，1度电，核能发电的碳排是多少？是12克。这个大家呢可能不知道，你知道天然气发电4阶今天天然气接进来了，用天然气去发电，你以为干净吗？它发1度电，你知道它的碳排是多少？是核能发电的41倍，它是490克。核能发电的碳排跟风力发电几乎一样，比太阳能发电都还要低。那你今天呢？民进党政府对这些的电力，你可以说，今天我也很同情民进党，因为你无计可施了嘛。你核能发电，你讲不出口，你干了太久的不要脸的事情，讲了太多恶心的话，你今天话不敢吞回去，你不能告诉大家说，其实核废料问题没有那么难处理，大家都面对，为什么独我不能处理？核能发电的问题没有像你想的这么的危险。乌克兰现在的核发电占它的电力的58%。它的所有的电厂都被炸过了，它的核能电厂没有被炸过啊！你没有办法告诉老百姓这些事情，那你就告诉我，今天的天然气的发电，你到底台湾的电力配置要怎么做？电越来越贵，台湾北部缺电40%，大家不知道吗？都知道。好吧，每次碰到这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都是用巨舰法。赖清德呢，面对到呢公这些助理的问题，我出谋划策前，我认为赖清德不妨把民进党呢当作是一个人力派遣公司，告诉你所有的民意代表，以后呢你们都不用聘雇了，通通我来聘雇了之后呢分发到你们的立委呢，你们的这议员的办公室里面，你不用的送回来，我来回收，人力派遣公司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赖清德居然会异想天开的认为3等亲之内呢都不适用，第一个你办不到。我认为赖清德太高估自己，你没有这个政治能量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作为一个领导人，每天都在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明明这一件事情，其实在台湾几乎变成共业，但是需要你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多大的事儿。台湾今天看待乌克兰，我如果是总统，我什么事情都不想，我认真看待呢。美国接下去4年什么时候会出卖台湾？他出卖你就在一念之间而已啊！你应该想的是这些事情，结果你在关注的是这件事。邵龙兄补充一下，因为刚刚香龙兄问到说民党能源政策什么，我想民党一路走来，其能源政策非常简单，用天然气来逐步淘汰燃煤。好，用燃气取代燃煤，用再生能源取代核能。那事实上，再生能源部分，我们的风力发电跟光电发电，现在发电比占台湾的10%以上，这个部分超过核能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其实非常单纯，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无非成本跟代价的选择。确实，我也同意，天然气的碳排就是超过核能。核能碳排确实低。那如果大家现在觉得说好，我们要争取更低的碳排，所以恢复核能使用的话，那我们就要很务实来面对，包含我刚刚讲到的核废料问题，这一切都是代价的选择。那我想核废料也不是政府恐吓人民，因为包含朱一伦过去在当新北市长的时候提过，如果无法处理核废料，他就不支持核能。侯友宜选市过去也讲过，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所以我想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到时候要一起面对。谢谢再回来。好吧，一般认为行政院长是不会轻易提出复议了哈。那复议啊，然后那什么暂时处分啊、释宪啊，这是3部曲哈。那卓荣泰上任行政院才9个月哈，已经要第4次提复议案了啊。他骂财划法啊，有4个理由啊，说总预算窒碍难行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认为说卓荣泰是史上最难为的行政院长。那卓荣泰自己评自己呢是史上最会复议的行政院长啊。其实啊，朝小也大，陈水扁的时候也是这样。哦，他用了唐飞以后呢，这没多久唐飞就下台了嘛。啊，扳倒路上的这个大石头，尤锡坤就接吧。那也是朝小也大。那有窒碍难行吗？也没有嘛。你总是要沟通嘛。哦，你总是要很多事情大家妥协，然后互让一步嘛。那你现在通通不让，
也不沟通，那你怎么办呢？那在野党不是白干的哈？那王宏威说呢，这个复议是展现恶意了哈，那只是为了替大罢免来加温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现在呢有19件立委的罢免案，还有高虹安新竹市长呢进入2阶啊，那有9件没有达提议的门槛哈。那19个国民党立委进入2阶啊，包括王宏威、李彦，反正这一堆人了哈。那9个民进党议员呢没有达到这个提议的门槛哈。那另外呢，包括他们还可以10天补件哈。那么另外呢，这个可以补提1次违宪啊。那而且呢，没有达到这个1阶门槛的都是民进党委员哈。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呢会把徐巧芯罢免成功。周立伦说呢，其实故意开玩笑，最危险是我旁边的罗志强，不是徐巧芯啊。这罗志强也不危险了，大安区怎么会危险呢？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说开玩笑说非洲都有民进党的联署站，民进党也说我到处都有联署站。那宏威说呢，外太空也会有，过2天哈。那好吧，那他们这个绿营做民调了哈，说呢这个王宏威、徐巧芯、李彦秀都陷入危机当中。那徐巧芯的罢免这个仇恨值最高啊，说呢这个会去投票的王宏威那个选区有59.8%，然后呢这个徐巧芯的投票会去投票有69.8%，然后呢李彦秀那边会去的60.1%是民调，但会不会真的我很怀疑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啊，这个同意不同意哈？同意罢免王宏威的38.2%，不同意的47.5%，就是换句话，如果民调是真的都去投票，那这个罢免宏威不会成功。那蓝营现在比较担心是说，不同意的不去投，很多人以为说我不去就是帮助你了，我没有去投嘛，我没有去支持罢免，不就帮助你吗？很多人这样讲啊，我不会去投了哦。那他们现在最怕这个。另外呢，徐巧芯那边同意有41.4%，不同意41.8%，只不同意比同意高一点点。那李彦秀那边呢，同意37%，不同意45.5%了哈。好，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下。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以及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呈请总统核可，已请立法院复议。行政院长卓荣泰率领部会首长亲上火线，压线对总预算和财划法双提出复议。复议也不成立，解冻也有困难，留用也禁止。那最后只有跟地方政府共同来负担，才不会影响到偏乡民众收看无线电视，搬出各种救济手段，不忘拉地方来背书。行政院罗列出12项总预算窒碍难行之处，其中正院立院删减数都不拢，另外遭到冻结预算达到1381亿元。而在财划法部分，应增加3753亿元的统筹分配税款，正院认为影响中央政府施政。我是不晓得说一般的民众会不会跟我一样啊，就是听这个卓荣泰当行政院长以来，就不是在讲罢免，就是在讲复议。就是已经到了新的会期开始了，要进行总质询了，还是在讲复议，还是在讲总预算。那问题是2.9兆你到底拿去做什么用了？它并不是没得用，那它也比去年来的更多。而且呢，其他地方的话，你说被冻结很多，好，那这个你只要提出报告来就可以解冻。那你解冻了吗？或是你可以提追加预算，那你提了吗？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基本上来说，就民进党他就是在做政治操作。那真的操作到现在为止。刚刚向荣讲的说，最重要是能源。我觉得另外一个罢免，诈骗也很重要啊。每一天台湾人平均被诈骗4亿。我光在这边我就删掉了3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告诉我说什么脸书怎么样了，你已经侵权了，要我赶快去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发生在这个地方。那问题是我们政府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摆在眼前那么重要的事情，一个我们刚刚讲到4阶的问题，能源的问题，而且这个核3这个今年5月就要这个除役了。那再一个就是诈骗的问题，天天都上演。还有我们刚刚也讲到，一开始庄院也讲到了有关于这个急诊室拥塞的问题。其实不只是护理师缺工而已，你知道吗？现在全台湾每一个行业哪个地方不缺工？你去看哪个地方不缺工，然后呢，这些问题其实你都有效的去处理吗？那对于一个行政院长来说，你就发现他几乎没有在关注这些真正大家重视的重要的事情。而且今天我们看到
主计总数，讲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往下修，今年的这个通膨会往上修，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给老百姓每一天的压力。但是对于这个行政院长来说，他什么时候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地方？就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在讲复议。你作为一个史上最会复议的院长，所以呢，我不晓得人生有多少机会可以当一次院长。你当了一次院长，你就是留下一个最会复议的院长的美名，这样有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他就是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个从赖清德他关注非常小的事情，行政院的卓荣泰他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像陀螺一样不断的打转。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柯建铭，他在讲一些话，他甚至跟党内也在那边对呛，我真的不晓得我们的政治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这半年多1年是一直在这边空转？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势不可免的会碰到罢免这个事情。如果真要的话，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民进党他非要用这种方式去恶搞一整年，然后的话呢，去想，我是不认为他会达到整个立法院重新说这个改变朝小野党。但是如果真的要这样的来证明大家对你的失望的话，大家就对决嘛，就逼着大家只能够去对决而已。但是这样的对台湾来说，真的有好处吗？伦杰，我不懂这个行政院长复议已经送了好几次了，对不对？那复就复，反正你不会把它这个否决掉嘛。那为什么从韩国瑜，从你们都一再要求他不要送来复议，不要，好像很怕他复议，为什么？惊他绕亏啊！我怕他漏气啊！他一定绕亏嘛，他一定要送，他是他的程序。他为什么要这样弄呢？赖清德不同意，他敢这样弄吗？他是个棋子，他一的胎哥蠢啊，反正我就摆烂了嘛。我要用我一个不上道的、不入流的行政院长的位置，换你113个立法委员，你给我倒戈啊！你给我倒戈啊！啊，你不是说我会，你给我倒戈啊！哎，搞一个阁揆这样讲，我本来对他也蛮尊重的，我对他还未曾口出恶言呢。我觉得说你是大师兄是可以协调的，这是你的特色，当时对你的期待也是这样嘛。你要来谈啊，那你们之前审预算是什么态度？都不讲、不谈、也不提。好，你看看马英九执政那一年呢，1兆9000到1兆8200亿啊，到赖清德当行政院长，1兆9600亿啊。到苏贞昌上来啊，谁变了？苏贞昌，赖清德当行政院长啊，然后苏贞昌呢是1兆9900亿，一直接到2兆1000亿、2兆2000亿、2兆6000亿，现在我们给了2兆9248亿，有史以来最多钱。然后你今天很恶劣，就是什么？今天电视坏了，你就说啊，我们这个3预算所以不能看电视，明天这个体育署出国有问题，一个补助啊，因为3预算所以不能出国。哎，体育署去年54亿耶，我们只是把官员的商务舱改成经济舱，只砍掉10万，是多了19亿耶。所以我告诉所有各单项运动委员会啊，包括所有的棒球选手，卖给我便宜。只要你没有拿到比去年更多的补助款，表示他们本来就是要官商勾结，要吃掉这些钱，所以先推给蓝白砍预算，我们没有砍。好，现在什么都是蓝白砍预算哦，那2兆9000亿拿去哪里了？是不是又要官商勾结，又要搞新的风能绿能，又要来一个9000亿、8000亿，又来了吗？所以在野党的立委，我跟你讲，大家都很理性。所有的预算今年比去年多，单项的今年比去年多，各个部位的今年比去年多。结果你告诉我，你什么事都不能做，没晓筛准嫌 K 弯，卓院长你是该下台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哎，每个曹信成到底捐了钱没有？我们吵好几天哈，吵过来吵过去，吵过去。这个说给了啊，那个又说没给啊，什么又说给了，是没给哈。那清大说没收到嘛，因为清大一定有账的，你去一查，对不对？就知道了嘛。那联电的前总经理是说了哈，说联电捐的嘛，
所以你去查曹信成查不到嘛。那联电到底有没有捐？就去查一下，对不对？但是他说联电有捐呢，哦，那曹信成说呢，欧小林惨了，哦，你们说我没捐1500万，我到时候呢，我现在在收集资料，收证完我就告你，哦，因为大家说，那你说不告呢？你不是都喜欢告吗？我现在没有，还在收证啊，哦。那另外呢，黄世修是说，哦，金管会跟检调应该动起来了，哦，因为明明是曹信成去下棋输了，怎么叫联电出钱呢？哦，联电是有股票上市的，你不能法人跟个人是不一样的，很合理啊，这个想法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怎么会联电出钱呢？哦，所以曹信成到现在也没说是联电出，曹信成也不能说是联电出，因为说了就违法了。哦，那是前总经理说的，前总经理大概法律搞不清楚，什么很多人都以为说公司他家开的就是他的，不是的，公司是公司法人，这个个人是个人啊。那但是曹信成就说呢，是给沈君山的，那沈君山已经不在了，哦，那所以呢，到底是不是联电捐的？联电到底有没有捐啊？要不要这个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那他们就找出联合报这个过去的资料了哈。那1995年10月的时候呢，这个当时联合报说沈君山、曹信成两个人下棋，当时沈君山64岁，曹信成49岁，所以曹信成比较年轻啊。然后呢，5月6号的报纸《联合报》说，联华跟清华要合作，要捐1500万用于延谎测通俗科学讲座，哦，说呢，所以绿营就讲说，表示曹信成已经捐了，联合报都登了，已经捐了，哦，这是5月6号，哦，那个时候说呢，赌债变成捐款是个美事嘛，好的事情了哈。但到1996年12月29号。那在台大有一个募款餐会，因为他们这些清大、台大很多校长都台大毕业的哦，那甚至还有邀请其他人来。那个时候沈君山就台大募款餐会，沈君山当场表示，曹新成下棋，另外因为曹新成答应给好几个学校都1500万哦，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他另外输给清华1500万，到现在还没拿到手。沈君山讲的哦，所以呢，他透过媒体要曹新成赶快交出这笔钱。哦，所以呢，这个那曹信成跟联华到底有没有跟清华签合作协议，不知道。哦，但是显然按照沈君生讲法是说，在1996年12月29号的时候，他说还没收到这个钱呢。哦，所以呢，因为曹信成当初要分6年捐给台大、交大、成大、清大各1500万，哦，很大手笔啊。哦，那这些台大、交大、成大、清大有没有收到也不知道。但是呢，这是除了这个以外，沈君山说他另外还跟我下围棋啊，哦，答应要捐1500万，到现在还没收到，所以到底是怎样？哦，所以联合报有3次的报道关于这个案子哦。那另外呢，这个曹信成点名傅昆萁、徐巧芯、王宏威，你们是中共地下党员哦，所以你们呢要转移大罢免焦点，不要中计，所以呢说我没捐款，想要用捐款来转移大罢免的焦点哦。那另外呢，而且曹信成说，这个徐巧芯是中共地下党员。徐巧芯提出7点反击，我是共匪，你才比较像共匪呢，哦，因为呢，这个你把台湾的技术转移到大陆，哦，然后又跑到当新加坡人，这谁爱台湾呢？谁对中华民国比较忠心呢？哦，另外呢，这个大家觉得这个你是耍宝的啊，你还讲我们哦，另外呢，你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的证据在什么地方？你没有证据嘛，哦，而且呢，你当时还要搞这个什么统一公投。哦，然后呢，这个而且一直投票，哦，那可以几年投票一次，几年投票一次，那谁比较像共匪？哦，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曹新成？哦，所以呢，基本上这是徐巧芯的反驳了哈。那吴子嘉是说呢，这个赖清德是被曹新成害了，因为他说赖清德原来的民调这个满意度哈到了53%，最近掉到48%，不满意度呢原来是很低的哈。这个20-30%，现在高到41.7%。他认为就是因为曹新成最近这些言行呢，害到这个赖清德了啊，这是这个吴子嘉这样的想法了哈。来，宏威怎么看？你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对，曹新成啊，作为这是国民党立委的大恶霸的总召集人哦，那最近的言行真的是非常的离谱了哦。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黄世兄所质疑的是有
绝对是有凭有据。如果按照联电前总理说，当时因为输在这个围棋输的人是曹兴诚，最后如果捐款的是联电，这已经涉及到背信的问题了。这已经涉及背信的问题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黄世修的质疑真的是非常有道理。那曹兴诚也应该出来说明，他当时作为联电的负责人，然后他出去下了一场围棋，输了人家，然后说要捐款，那捐款人竟然是联电来捐款。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吗？那联电难道是一个完全没有公司治理的一个公司吗？那我觉得现在任何一个联电的小股东都可以去告了哈。那至于就说，到底曹兴诚有没有捐款呢？那当然有人说好像是罗生门，那我也看到也有什么作家搬出就是过去联合报的这一些报道，但是从这些报道你真把它捋下来，确实有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今天我跟某一家公司我们要成立一个讲座，但是钱有没有到位呢？因为按照它的时序来讲，1996年5月6号的时候啊，这个是有个报道说联合报说啊，这个联华电子跟这个清华会有一个合作，可是呢，到了对不起，刚刚是1995年，1996年的12月29号，然后他这个当时沈君山告诉你这笔钱还没有收到，而且他说请这些媒体人帮我去要钱。好，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时序来讲的话，虽然有宣布一个讲座的合作案，但是资金并没有到位。所以到底这个钱有没有到位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力的证据。那当然我也看到，包含那个就是这个柯建铭总召他办公室主任拿了过去这个清大校长的一句话，大概10多年前的一个句话说感谢沈君，就感谢这个曹兴诚对于清大的这个捐款。他就说，确实啊，这个有捐款，可是问题这个校长他之后再去跟学校查证的时候是并没有这笔捐款，所以他后来才讲说他再去查证是没有这笔捐款的。好，无论如何，我要讲就是说，曹兴诚本身有很大的一个诚信问题，如同大家针对于他跟中国大陆女子的交往有这么多的照片，他不是立刻去告那个就是媒体人谢寒冰吗？他告他要赔偿1亿耶，然后现在到欧小莲说，等我收集完证据，我会去提告。那我们大家也觉得很奇怪，你告谢寒冰告得这么快，然后告欧小莲告得那么慢，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也觉得你的证据不足，然后你于心有亏呢？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来指控我们说，什么傅昆萁啦、徐巧芯啊、罗志强、王宏伟你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这样大罢免就是要罢免我们中共地下党员。那我要问，如果我们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应该立刻把我们抓起来啊！不是应该立刻把我们抓起来？我们已经违反国安法了，我们已经违反反渗透法了，你应该立刻把我们抓起来。所以曹兴诚这种指控、这种发文，不但已经违法了，而且呢，他事实上是把这些事情又把指称你是中共同路人作为你自己的遮羞布嘛。我真的觉得很不堪、很恶心的是，你自己这些事情，你捐款有诚信的问题，你真跟中国的女子有这些暧昧的，而且有这么多的照片，其实这些照片是很不堪的照片。你把这些指控我们说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成遮羞布吗？你把你的自己的事情说清楚好不好？美香龙，我不太清楚中共地下党员就是什么时代了，还中共地下党员就是。我不能当一个地面上的党员吗？我要当地下党员。就如果今天台湾没有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有任何的限制的话，台湾会不会有很多中共的地面党员，而不要当地下党员？就是那就是一个政党竞争、政党治理本事的问题。但是台湾把它意识形态化了，好像把某个人呢贴上了一个跟中共有关的，就像麦卡锡一样。我之所以非常关注呢沈伯洋，就是因为沈伯洋的角色就跟当年的麦卡锡一样，每天出来叫，被他指到的人好像呢每个人呢就要开始的皮皮错。联电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很单纯，你想一个联电的在当时的董事长跟沈君山的这个才子下围棋，大家赌一把，一幕呢输你多少钱，这本来很风雅的事情。如果1500万在当时呢也这样处理下来，我觉得千古佳话，到今天为止都是美事一桩。
那怎么会搞到今天这么臭呢？这么臭的原因2个，一个就是大家听多了曹新成捐这个捐那个，后来去查了之后呢，都没捐。或者是捐了之后呢，跟大家想的呢很不一样。可第一时间呢又不否认，等到大家呢翻出来了之后呢，再开始在那边啰嗦个半天。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本来是很风雅的一件事情嘛。而且老实讲，我觉得如果沈君山还在世的话，我相信沈君山出来讲一句话也就已经解了。沈君山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那联电这家的公司。联电曾经当曹新成呢，因为政治而红了之后，好几次我们听见联电都需要出来代表公司撇清，说他已经跟联电没有关系了，他呢过去的董事长现在连荣誉董事长都不荣誉了，已经不是荣誉董事长，你都要撇得这么清。那这件事情不是很简单嘛？你联电就把你过去的账目调出来看一看嘛，到底有没有用联电的名义去帮曹新成呢捐了这1500万？我说呢，今天联电如果去清查当时的账目，证明呢联电真的用联电的名义呢帮曹新成付了这1500万，不管当时的总经理是谁，告死他！你凭什么用联电的名义呢？帮我这跟呢今天的某一个老板在外面喝花酒了之后呢，用公司呢去出账，有什么不一样？风雅的程度不同，但是你凭什么？联电呢是一家上市公司，搞到今天这个局面，你今天的股价呢只有呢台积电的30分之一。然后呢，还卷在呢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里头，动不动呢问到曹新成任何事情，都想要把这个人或者某一个政党跟中共扯上关系，好像把对手呢贴上一个中共的标签之后，你就解套了。拜托，今天站在你旁边的黑熊沈伯洋一直告诉大家，任何在大陆有做生意、就学的、有大陆配偶的，都是台湾的高风险族群。可是当曹新成的这件事情曝光的时候，我就没看到呢沈伯洋有在质疑他说你可不可以。何况呢，沈伯洋自己过去几年里面，从美国从开放社会基金那边，你拿了100多万美金，在我看过的这些呢，所有的受资助的这些美国以外的团体里面，你拿的算是非常多的，算起来4000多万啊，是这1500万的3倍啊。沈伯洋的钱怎么用的？那这之后呢？我认为文章还很多，沈伯洋没有去解释这个部分。但是你不怀疑曹新成，任由呢曹新成呢用这种泼粪的方式呢为自己呢去缓颊。我觉得今天呢要把这件事情呢简单弄清，因为这种事情很无聊。可是我觉得可以简单还原，而且让你一个公司呈现你正派经营，就是联电出来。联电把账目叫出来，如果告诉他说没有，我们根本就没有帮曹新成付这笔钱，他乱讲，那让曹新成自己处理。如果有，那就告曹新成，你当董事长，你凭什么用公司帮你出账？不是这样讲好了啊，就是说曹新成跟沈君山下棋，这算是某一种程度的赌博嘛。我输你，我给你钱嘛，或是我负债嘛，我答应给你钱，我是不是负债？那个人的负债能不能用公司去还？就这么简单？当然不可以啊！这是一个了。另外，沈伯洋那个问题也很大，拿了那么多钱，那你们那个喊反共啦，喊什么这个反废死啦，喊这个废死啦，等等，那到底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呢？索罗斯跟那个什么 USAID 那两个关系是暧昧不明的，好像就是说他等于他，他等于他，感觉就这味道，对不对？只用什么名义出来而已。那另外就是说，你第一个违反国安法，你拿外国人的钱，对不对？从事台湾的政治活动、社会运动。第二个，有没有影响到选举啊？有没有介入选举啊？有没有在捐钱给选举的人啊？有没有自己参选啊？那就是违反这个选罢法了。休息一下再回来。自己都已经当部分区。好，因为柯文哲的爸爸过世哈，所以呢，现在呢要申请解除禁见，因为要去奔父亲的这个丧礼哈。那陈佩琪当庭说，她的婆婆有失智的症状，她婆婆原来很会讲话的，所以有失智的症状哦。那另外呢，这也可能压力太大了哈，所以北院最后裁定柯文哲解除禁见12天，哦，那可以因为禁见是都不能跟别人在一起哦。那跟谁可以禁见呢？可以跟他妈妈、他太太、他妹妹、弟
弟弟啊，就是解除这4个人军呢，其他人还是没有解除啊，哦，这4个人解除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好了，我们看一下。感谢今天法官的一个审酌与谅解，那裁定我们到3月10号以前，我的先生可以解除那个禁见跟通讯。我要对检察官坚持说，我们的禁止通信跟接见只能够到3月10号。我个人对于检察官这种坚持，我是极度的不谅解。那最后，我的先生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不用求人，就尊重法官的一个审酌跟裁定。”来，国章远怎么看？其实我很意外啦，就我们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都还在协调谁有空可以载柯妈来法院，然后原因是，竟然是要让一个老妈妈去法院告诉法官，为什么她的儿子必须回来参加这个丧礼，然后到底是什么封棺啊、封钉的这一些，我们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那事实上，我本来是觉得不太有机会，不过总算啦，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全，就是为人子女能够该尽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责任。我想这是基本的啦，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在陪着柯妈。那我个人是看在眼里啦，他只要一讲到他的先生，他几乎每天哭的时间啊，1/3都是为了他先生，2/3都是讲到他儿子。只要有人跟他多提这个，他眼睛都红啊。他其实他那个脸上的那个红啊，眼睛那个红，他不是上妆，他哭红，他每天擦。然后旁边有的小草啊，跟他抱一下，多给他一点温暖，他也哭。甚至第一天有一个小草激动到跪在地上，就是对着柯爸的灵前。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不应该去表示一些哀伤之情啊，但是他非常激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磕头。然后当然我不是鼓励这个行为，只是然后柯妈看了也哭。只要小草有点过激的行为，或多说了一些发自内心的话，柯妈就跟着哭。好吧，陈佩琪说呢，因为今天他妈妈也去了啊，就柯妈妈也到这个庭上去哈。那陈佩琪说呢，她的婆婆已经有失智的状况，常常呢半夜打电话给陈佩琪了，说这么冷的天，柯文哲怎么穿的短袖短裤？哦，就显然那个她可能有这个幻觉哈。那另外呢说呢，这个婆婆也常常责备陈佩琪说，你为什么把好吃的好穿的带给柯文哲呢？哦，大家怎么能够这样对她呢？陈佩琪说呢，婆婆责备她没有带吃穿的给柯文哲，那她身为媳妇只能默默承受，但她自己的身心状况忧郁症也不轻。陈佩琪讲自己那另外呢，药越吃越重她希望婆婆呢，而且今天在庭上在庭上呢，这个柯文哲好像也不太敢看他的妈妈所以呢，显然呢这个也不忍或是不忍所以一直不敢看妈妈跟他的太太可能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来龙介雄来看，政治是极度无情又残忍，尤其是在立场对立的政党跟政敌。可是如果搞到没有人性，为了斗争，然后做出极度不人性的这种作为跟手段，在台湾的这种民情是不会得分，而且也不会原谅你。讲三代不好无休无用无种，那无后无养无葬，这个时候长辈过世一起大囝。那以这一次，我很早我就讲一定会同意他，但是他不可能让他当天回去奔丧。一般过去像那个比较重大的出代志嘛，尤其他现在是在觐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提前2天、3天或是1天，他不会特定事先告知，只会让家里面的。所以他今天接见这4个人，可以接见就第一个要讨论，阮的风俗是安尼，有的墓地还未看的，有的塔位还未看的，要囥倒要撞倒，
啊，爸爸有的通常长辈都会交代大囝，就是最大的这个孩子，就是身后事，他生前都会交办给这个最大的孩子嘛，所以你合情合理，这个时候做这个解禁，适度的解禁，合情合理了。那至于案情就是另当别论嘛，你去办嘛。两回事情，来吴峥，我想不论任何人对于柯文哲涉入的弊案怎么看待，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说，现在他的家人的这个状况跟他案子是两件事。所以我觉得刚听国当议员讲，也会觉得听了也很不忍心啦。那我想，确实柯文哲的家人现在状况比较特殊，就是他们一定有一些情绪。觉得说我希望当天啊，为什么不能让我指定我要哪一天回去奔丧？为什么不让我去告别式？但是就像龙介委员讲的，这制度有过往以来就是如此。所以，但是因为柯文哲家人有这个声量，当你变成一个媒体事件的时候，就会复杂化。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就拜托国当议员多多安抚他们情绪。我觉得法理情理法啦。我觉得这个事情本来我预期他就应该要这样子让他过，因为你说他出殡的时间说是定在3月10号嘛，你说让他这个解除禁见跟通信，让他可以去讨论，因为他毕竟他是长子嘛，那可能要听他的意见，也许妈妈又失智，然后你说给他这个10几天的时间，让他去处理一下这个事情，让事情可以稍微的圆满一点点，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一定要的啦。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我妈妈出现明显的失智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柯妈状况一定非常差，那所以我觉得对他们家人来讲，当然是很难承受。那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在柯文哲